皇后金安。快快请起。魏夫人又为汉室诞下第3个女儿，辛苦了。切记要好好保重身子。谢皇后关心，请皇后上座。我是来带太皇太后送礼物给小公主芈月的，没想打扰你休息。点心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皇后。这是玉麒麟，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一胎一胎的生，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，太皇太后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。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，实在愧疚，累及皇后更感不安。希望带了这麒麟送子，朱意啊，就能带来个皇帝。你明白就好，下一次可别再让皇上和2位太后等上10个月，又再次失望了。皇后，你看，朱意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。朱意乖，我们摇着麒麟，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！别让2位太后和你父皇失望啦。臣妾代小公主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。可真是不巧啊，小公主一出生就碰上高祖庙失火，难怪有人说是灾星降世啊。但是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再怎么说也是龙裔啊。不过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，所以2位太后决定不摆百日宴了，只能委屈她了。皇后别这么说，小公主不委屈。在失火之后，臣妾就反复思索，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，与礼不合。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，现在好了，原来2位太后早有此意。如今，臣妾也就心安了，让朱意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。你明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摆驾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，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蔻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啊？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姿势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她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她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。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她。她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她有违孝道，二来她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
怎能服众啊？他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他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诺。祖母，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。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，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知宿部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布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，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知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夫。子夫心中感激。当日嘉慈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蓝亭畔，教我点放竹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。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藤姬有心了。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膝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。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
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凤体为安，祈福。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啊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帝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，可是，一切自有天意。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，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得诏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。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
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十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她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这几十年来，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，哀家所有的金银财物，
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。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，让哀家好牵挂呀。哀家留给你的，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，一道保命符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二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后宫之首是谁？当然要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皇后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我这个做母后的，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
母后别再难过了。我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太皇太后走了，按理说我本应该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……儿臣知道，深宫数十载，我虽登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却没有一刻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以后母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出生，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；你聪明讨好，我怕你招人嫉妒；你处理太子，我怕你遭人陷害。直到你登上皇位，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，被拉下来。母后可以做的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，在祖母身边，一直替你说好话，保住你的皇位。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盛，才让母后经常为儿臣担忧，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，好贴切呀！几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我的晚年了。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的安享晚年。母后顺心，儿臣才能顺意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。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母后曾经受的一切委屈，就都不算什么了。好漂亮！难得娇儿这3年来每天都亲自帮哀家涂口丹。娇儿她能服侍你，是她的福气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不用多礼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免礼，坐。你国事繁重，还天天过来看母后，好。母后刚才还对他们说，最近儿媳孝顺，让我觉得好开心。就连我弟弟田汾，他虽为丞相，公事繁多，也经常来嘘寒问暖，搜罗一些奇珍异宝、稀世药材，让母后觉得好顺心呐。母后顺心就好。但这些呀，也比不上他能辅助彻儿你更得母后欢心。母后正想着该赏他什么呢？彻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母后想想。母后觉得该赏什么便赏什么吧。怎么，说的这么敷衍？他是你的舅父，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论功行赏可不能马虎。他都已经是丞相了，权倾朝野，还要赏什么？什么话？什么权倾朝野？就是以权谋私，向朕弹劾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可他仍不知收敛。哼，嗨，母后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听弟弟说，他一心为国，事事严办，难免遭人嫉妒。弹劾他的人是有，可往往都是些卑鄙的小人。我看呀，
你把那些告状的都治罪就好了。这恐怕要错怪忠良了。丞相所谓的一心为国，不少都是巧立名目，实则中饱私囊。你怎么能听信那些无中生有的话呢？你可知，尊重长辈，这也是存孝道。臣妾有一事欲请奏。说吧。皇太后提及孝道，如雷贯耳，提醒了臣妾：为子女者，父母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祭之以礼。父母既坐于高堂，子女就应该让他畅乐，不烦不忧，乃为孝。说的是有道理，可你想禀告何事？臣妾亡母之坟即将要迁移，欲出宫去张罗。臣妾自知为何规矩，但深觉皇太后重孝义、崇礼德，臣妾斗胆提出此请。原来是想求出宫啊！哀家还以为你是想劝皇帝。儿臣也的确受劝了，以后必以孝为先，让母后开怀畅乐。也求母后体察魏夫人一片孝心，准其所请。迁移母坟是大事，哀家这次就准许你出宫走一趟。臣妾谢皇太后恩典。小二，今日还是老菜式。哎呦，君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君侯常做的冬香，今日恐怕不能用了。那个，不知可否屈尊就坐楼下呢？那冬香一直是我们君侯所抢，怎会让给他人？你是欺我们君侯今不如昔了吗？不是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冬香已经打扫一新了，保证贵客满意。打扰三位，求借地方一避。姑娘要向我等求助，又认为谁可以救你啊？依礼，上座者为主，见事与福琴先生为客。虽然只比大人深衣素朴，但腰系盘囊、剑钩，乃朝臣常用之物。求大人借地方一避。好一个心思缜密、知书识礼的姑娘啊！犹记当日的小女子，虽然无助，但聪明机智，气度不凡。老夫曾感慨，想不到如今已贵为魏夫人了。若是没有君侯当日的救命之恩，又何来我与弟弟卫青的今日？别说姐姐了，我们一家五口对君侯皆是感恩戴德。姐姐一直在说君侯为人正直，为君分忧。今日得见，卫青之幸。晚辈敬君侯一杯。你如今也是为皇上办事的人了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你年轻气旺，又属习武之人，若能遇事冷静，世人则尊你为君子；若遇事冲动，世人则讥你为莽夫。谨遵教诲。君侯贤良，难怪皇上也一直念念不忘窦丞相，还盼着你能再做他的臂膀。我不过是一个废弃之人，别说保国安邦，就连自己的田地都保不住，被人给强占了。
君侯有功于朝廷，他们未免欺人太甚了。君侯的地在哪里？卫青定为你讨回公道。就在城南30里处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正所谓，小人殉财，君子殉名，又何必为了区区一块土地而争义气呢？今日多谢二位，让窦婴依旧做了东乡，做了上座。你们姐弟真诚良善，是大汉之福啊！若能跨过宫中的种种险关，将来一定前程无量啊！告辞，告辞。君后，二位不必送了，告辞。那块地是魏齐侯的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曾经的窦丞相。当初田丞相说要送城南的那块地给我，我只一心庆幸母亲的坟终于有一块良地可以搬迁，我怎么会想到那是魏齐侯的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该去跟田丞相说那块地我们不要了，让他赶紧收手，免得抢夺。可我都答应了，谢礼也都送过去了，如何能收回啊？况且他身居高位，又是国舅。大哥，君子当公以受禄，我们从未有功于他，怎能收他如此厚礼？卫青，他是当朝丞相啊！我就算能不顾及自己的项上人头，我也得顾及他的面子。如果我不给他面子，他又如何能让子夫好过呀？我这都是为了子夫着想。大哥，你糊涂啊！只怕丞相是要欺压魏齐侯，强取他的土地，顺便做馈礼，我们家倒成了他的帮凶了。丞相自己不痛不痒，可是姐姐呢，还欠了他的情，不得不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。你是害了姐姐。卫青，子夫，大哥知道这次有失分寸，但我只是个贱民，要我退掉丞相的好意，真的很难。况且我曾在母亲坟前起誓，择日就迁坟，我不想失信王母。大哥提起王母，让我想起那年那场水灾。当时满目苍夷，盗贼横行，我们虽与家徒四壁，却连仅余的也被人抢走了。大哥看到我们几个饿到手脚发软，心疼地说：“他们抢我们的，我们也抢他们的，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的？”但是你的话还未说完，母亲就打了你一巴掌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就算是饿死，也不能贪别人的一粒米谷，因为贪是万恶之源。人一旦有了贪念，就会生坏意，这样的人即使是活着，也是祸患。大哥，听母亲的话才是对母亲的大孝。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会得到安慰。我愧对母亲。大哥，我们常唱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至坚。只要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像这首歌一样，不管富贵贫贱，都能安之乐之，一家人心向善，那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呢？丞相的权威难不倒，宫里的威障县官也难不倒。对，只要我们全家齐心协力，心善就能至坚，一切都不用怕。大哥，
你把鱼都吓跑了，田地几乎被侵夺，你还有心垂钓？最后不还是保住了吗？可那田汾越来越过分，说不定他下回又要别的。那些王公贵胄，个个趋炎附势。君侯你不在朝中，现在连门庭都冷落了。可总是会有人不论贵贱，真心相待。我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我又帮不上你什么，又不是皇上。怎么又扯到皇上了？皇上当年说过，一定会重用君侯，也会顾念我的功劳。如今呢，你我二人还是废弃不用，倒让庸碌贪心的田汾位极人臣，把持朝政。皇上也是有难处啊，你总不能让他为了一个田汾跟自己的母亲争执吧？当今皇上有千古帝皇之才，他自有计较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只要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好了。所以明知道要看田汾的脸色，君侯还是要出席他的婚宴吗？田汾娶妻，皇太后下诏，所有列侯宗室道贺。我虽然没有了官职，但毕竟是个魏齐侯，不得不去啊。你还是跟我一同前往吧。不去。皇太后是要往他弟弟脸上贴金，我才不去呢。不去，可就是抗旨啊。不去，我与那田汾早有恩怨。去了，他也会不高兴。你管他高不高兴？只要没抗旨，没失礼，没失身份，那就好了。为这种人惹麻烦，不值。君侯知道，我就是容易醉酒失礼，只怕是我去了以后会惹来更多麻烦。还是去吧，有我嘛。你若是醉酒，我能不闻不问不阻止吗？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都说不要来了，你看人家多瞧不起君侯你啊！哎，去敬酒，我不去。哎，不要失了礼数啊！去。好啊，好。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喝。丞相，魏齐侯和我来敬你了。本相不胜酒力，不能干杯了。平阳公主驾到！参见公主，参见平阳侯，欢迎大驾光临。都免礼。谢公主。舅父大喜。舅父大喜啊！这是公主和我的一点心意，祝舅父舅母琴瑟和谐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请上座。田汾，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。魏齐侯怎么说也是先帝封的侯。冠夫，你喝多了。好，冠夫兄，来，走开！你要管，先管好自己的夫君。这么说，不要再弄个野孩子进门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公主，莫怪，冠夫喝多了，我们回去。哼，田汾，哎，你如今是贵人了，就忘了魏齐侯在先帝朝中做大将军时，自己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吗？如此怠慢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你这个丞相之位，还不是靠你姐姐强占回来的？你放肆！你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霸人田产，贿赂后宫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罪。我还知道你一些抄家灭族的大阴谋，证据确凿。官司借酒闹事，来人，抓住他！诺。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。
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夫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官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，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建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，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。哼，忠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。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恩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心嘛。魏夫人。臣妾在。此枣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皆。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实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！哼，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离间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哼，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，
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、污蔑丞相。你们魏氏一族，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。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亲人而惹皇太后生气啊！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，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别气病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，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！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你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判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，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啊，
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。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。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。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田汾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田汾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。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哼，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。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。不是可三问，丞相或可再补。不，季补也沾过，贵补也问过了，全部都是一样，通通都是不及，还补什么？想到对付冠夫的计策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哼，真是白养了你们，全都是吃闲饭的。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所说的
到底是虚言还是实话？有多少人知道？又知道了多少？他手中掌握的证据，你们一点都查不出吗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冠夫食客众多，他的罪名又未落实，我们不好抄家搜查呀。那就想办法让我抄他的家。难道让我干等吗？当他的食客，收集我的证据呈给皇上吗？早知我位极丞相，当年我真是不应该。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泄露，否则会株连九族，连我姐姐都保不住我。那何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？蠢材！冠夫辱骂本相，说我种种罪状，朝中上下无人不知。倘若他于关押时猝死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行，一定要让他名正言顺被定罪，而且须定死罪，我才可以放心。小人参见丞相。你是个看相的，为何旗幡上不写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？这个“计”字是何意思？小人不算命，只献计，以计谋生。此处荒芜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选择在此卖计，能谋生吗？市井人流虽多，但机缘未到，人再多也枉然。而这荒郊，却是有缘人必经之路，一个就足够了。那个人你等到没有？有缘人近在咫尺，就是丞相。草民在此恭候多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？这里乃是五色帝庙必经之路，而五色帝庙正是帝王、朝臣求神祈福、问道解惑之地。其实，万事万物必有命理天意，顺应了天意，自然万事皆通。丞相与其求神问卜，不如应了这天意，给小人一个机会，听听小人的计如何？如你所言，我历代大汉皇帝共拜五色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你凭什么自比五色帝？可解我烦忧。就凭小人知道丞相的烦忧是如何置一个人于死地。而小人这个瓶里，正巧卖的不是药，而是杀人刀。这茭白酒热得刚好，内含玉衡心经与百叶仙药，可令丞相延年益寿。这酒中穿椒和侧百叶，要数正月采的最好。小人已密封浸泡了7日，应该正合口味。知道我爱饮这种茭白酒，也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一杯的习惯，你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小人以卖技为生，小人是有卖技之能的人。不要拐弯，你这一计究竟是什么？说来也简单，玄机尽在12字之中：饮水清，灌室凝；饮水浊，灌室足。丞相，可知此话何意？继续说。冠夫在丞相婚宴上闹事，虽罪不至死，但其宗族人众，财雄势大，总有几个不孝子弟，仗势做些不法之事。若要饮水变浑浊，则是冠氏族人在杀人作乱。丞相在冠夫身上难定死罪，何不到其家乡颍川一探究竟？
冠世亲族、仗势凌人、贪赃枉法的罪证，顺手就可拈来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就这样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派人去查探了。就凭你这一点点能耐，加上这么一点点计策，就想投靠我？看来今天你的计是白卖了，这些酒也白煮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时间让你白耗了。哼！